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进党中央委员张义善，股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一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所有人现在全国人是不是都在办柯南呢？因为要找出那消失的42秒，那到底黄鸿昌主席呢那天在立法院机密会议以后，那个资料带出去了以后，那中间因为现在包括绿营有很多委员，除了今天那陈培委员他们去再告发以外，那当然另外呢，包括王一川委员他们就去申请要调所有的资料，调走出去以后，然后调在3楼的、2楼的、1楼的所有那些大家剩货，你看到在网络上面有很多委员，大家自己来走一次，到底会是怎么样？好，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牵扯到国防机密吗？那为什么整件事情会是这样？好，那当然你也看到，包括我刚刚提到民进党委员陈培宇委员他们去告了，那黄鸿昌委员他是怎么样回应这些？让你先听一下，来。因为我当天有进去，我有拿到，我要告诉大家，42秒，你在楼梯的第一个转角，你已经瞬间可以把那些画面都拍完了。我觉得民进党的这一群人非常的可笑。昨天不是又告了，今天又告了，所以这几天一直在看法条，搞不清楚到底要适用什么法条吗？我说过了，针对这一群法盲，要刻意炒作这个议题没有关系啊，我们就等着看嘛。等到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做出来了以后，到时候民进党对我滥行告诉再多添了一笔，他们被狠狠打脸的时候，千万不要躲起来哦！到时候千万不要躲起来哦！来一下，我刚刚讲，现在全国大家都在办柯南，大家在找好，不管你喜欢黄鸿昌委员，你要支持他的或反对他的所有人，然后大家现在都在看。到底那消失42秒是怎么样？对，让证据说话，我绝对不会躲起来啊！那第一个昨天是因为张明佑跟张金健因为告发北检其实已经分案了。那今天为什么是陈培瑜加上黄帝颖再去告发一次？因为掌握了一些新的证据嘛。而这些新的证据是因为到立法院调阅了相关的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跟黄国昌讲的30秒是1分15秒，而不是黄国昌讲的30秒嘛，中间落差刚好就是画面消失的42秒它总共45秒差距是45秒，刚好画面消失就是42秒，有没有接近黄国昌所说的30秒跟1分15秒的差距？非常接近嘛，所以这42秒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不是这些立法委员说了算嘛？是谁说了算？检调说了才算嘛？检调才能调阅相关，包含黄国昌的手机、他的助理的手机，才能够发现真相嘛。所以告发是为了讲白一点，是为了你黄国昌的清白啊。为什么要躲起来？如果你是清白的，你就把证据拿出来，手机给大家看，你自己就可以自证清白啊。现在检调是我们民进党的立委是帮你黄国昌自证你的清白，否则那消失的42秒，你为什么不说清楚嘛？这才是关键哦。所以不要再说是大家要躲起来的事情，大家不是要躲起来，而是国防机密非常的重要。黄国昌，如果你真的没有泄密，那你就说没有泄密，而且把证据摊开来给大家看，大家清清楚楚嘛。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疑点？第一个疑点就是黄国昌一开始说不小心夹带资料嘛。我们看到一场国防机密会议的画面，就可以看到黄国昌进来的时候只有1页是横式的，横式的是什么？因为国防的机密资料是直视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黄国昌这一张拿着的时候是横式的，他出去的时候，你看他带走的时候，下面有没有一堆是直视的？直视的就是国防部的机密资料，而且他非常清楚的把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横式的资料盖在这个直视的资料上面嘛，所以你说你不清楚，这个不小心是那么不小心吗？看起来你是非常从容，而且非常的小心的在整理这些资料嘛，整理资料，你走出去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42秒不见了，在楼梯间，因为没有监视器的画面嘛，而42秒可以做这个事情很多啊，42秒昨天有测试过啊，1秒可以拍2张。
那个网友还说我笨，可以直接用录影的，翻得更快，而且我是一个人手残哦，还天气冷哦，才1秒就可以拍到2页的画面哦。所以你看哦，42秒几乎可以拍80页的画面，不是整本几乎都可以拍完了吗？如果用录影的更快，如果他有2名助理在协助的话，那就更快速了。第3个疑点就是，我说真的，我当过助理，非常清楚，一个立委顶多一个随行助理啦，你去哪一个委员会，就是那个委员会负责那个委员会的助理来协助你立委去整理这些资料嘛。他带了3个助理，他离开的时候是2个助理离开。跟着2个助理离开，然后回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助理陪同这个黄国昌返回，那把资料还给这个国防部的。而且国防部说真的，国防部也有军官跑出来跟大家做什么，所以到底是你主动还，还是国防部主动追？这当然可以各说各话，因为事实上你也有主动还给国防部嘛，国防部也有主动的来追索这个资料嘛。但是我要讲啦，黄国昌你真的是对国防部好一点，因为如果他们没有追出来，你要应变说国防部没有追出来，那国防部的官员要被惩处所以国防部还好，画面有证明国防部的官员有追出来追这个资料，让国防部的官员表示他有尽忠职守，有监督的机密资料不要外泄嘛。所以黄国昌你不要再说是你自己缴回来的，国防部也有去追回来嘛。所以为什么要带3名助理？这个疑团就很让人家疑问嘛。一个立委办公室顶多6个助理啊，结果你一半办公室的助理全部都跑出来协助你这件事情，有这么重要吗？你上面去问的就是5分钟嘛，那你为什么要带3名助理来协助你做这件事？而消失的42秒，这个3个助理做了些什么事情？已经有人要去算了。为什么算？就是如果你这42秒应该可以很快速的走出所谓的1楼的大厅嘛，因为那栋大楼是2楼而已嘛，对，直接走下去。如果很快速的通过你就出去了。发现走到外面的时候，发现你已经自己发现说有拿到资料，你迅速的走回来。如果监视器有看到你走出所谓的1楼的画面，表示你真的没有去拍这个相关的资料，表示你真的走出了会场，走出了1楼但是这个画面现在还没有公布，谁在调？王义川在调嘛。王义川如果调出来说，你根本没有出现在画面上面，表示你这个42秒都在楼梯间嘛。那你在楼梯间干什么？那你也不能抽烟啊。我们都知道黄国昌有抽烟的习惯，也不能偷偷抽烟啊。虽然他说声明他现在戒烟了，但是你的这个在42秒的行为是什么？就带检调去做相关的调查。那调查的东西我要讲泄密罪。黄国昌说：“你们到底告什么？很简单，国安法的泄密罪嘛。那泄密罪不只是说拍手机包含你的助理第3人看到了，那也叫泄密所以包含你的助理的手机，包含你的手机，包含你的助理，都可能被检调去问说，到底你们知不知道内部的资料嘛？那我说真的，我不怀疑他真的要泄密给除了助理之外的其他人。”就好像那个上公讲的，他主要是为了自己自提版本嘛。你如果没有国防部的资料，你怎么自提版本？因为国防部的公开资料，说真的，就国务院公开的那些资料嘛。黄国昌自己露馅啊！直播的时候他已经说了这些也不是什么机密啦，这些国务院美国国务院一公布以后就不是机密了。表示他非常清楚，他带走的这些资料里面有国务院没有公布的东西嘛。呼吁黄国昌你不要又赖给清德，又要赖清德出来辩论昨天这个卓荣泰院长说，我愿意因为国防的条例，因为总预算案，愿意跟你黄国昌来辩论，愿意跟民众党、国民党来辩论，是指在立法院你们复委之后，这个行政院长卓荣泰就得到立法院报告并被质询嘛。并被质询不就是辩论所以你又赖给清德说赖清德出来辩论赖清德就没办法给你质询，不能一问一答，只能统问统答。你老是要跟赖清德辩论，不愿意跟卓荣泰，不愿意跟国防部长，不愿意跟这些人来做总预算或特别条例的辩论，那你就是怠忽职守嘛。所以呼吁黄国昌，你剩下明天跟下礼拜52次院会的机会，你可以复委之后跟卓荣泰辩论，不要老是想要跟赖清德辩论。如果你想要跟赖清德辩论，你就期待2028年你成为民众党的总统候选人，你就可以跟赖清德辩论了。OK， 今天做这边一排3位
3位的资深媒体人，明显以前在当议员以前也是资深媒体人，明显有跑过立法院，跑过。小玉跑过立法院，杨明跑过立法院，3位都跑过。这次所有的主战场在立法院，都是3位在跑过的地方。来，小玉，那第一个你自己看，因为今天有太多人就直接拿着开始走，开始测，包括测时间，测什么，跟你当时跑立法院所有那些环境，你自己去看这样的一个过程。你有什么样一些的疑虑，或你觉得没有疑虑吗？那今天王立委员在讲说有第3个助理，因为大家讲2个助理嘛，对，他讲再讲第3个，为什么要再多一个助理这个出来？有几个疑点啦，好，第一个就是说，今天民众党说我们的这个国防这个条例啊，他说已经定稿了，对，已经定稿了，是，怎么这么巧？对你看完的没有啦？当然就是如果是民进党指控的话，那是不是你看完了，然后就可以定稿了？怎么这个时机点这么巧哈？好，那回过头来我就说。可是你看到，如果这个军事条例的话，你看连国民党都，你看他们有陈永康将军的，里面有专业陈永康将军，陈永康将军都不敢说他要提国防特别条例所以我竟然是一个不好意思啊，没有当过兵的黄国昌，你去提国防特别条例，这个是蛮怪的因为大家这几天都在质疑他嘛。那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如果说那个海马式你觉得88套太多，那你到底要几套？那你要怎么样部署？是北中南你要怎么部署？那你说反装甲飞弹你要部署在哪里？你觉得几套是合理的？你讲得出来吗？那你知道多少钱吗？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这太起人疑窦了哈！是不是瞎北出来你才要去参考别人？你讲得出来吗？那你知道多少钱吗？所以这个我也觉得是。这太起人疑窦了哈！是不是瞎北出来你才要去参考别人？这是一个啦哈。那第二个，你就说回到我们跑立法院，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因为它那个3楼红楼，其实红楼只有3楼，就它是一个老旧建筑，它就只有3层楼哈。那大家受访是在2楼地图区。那事实上，我讲的比较细一点，就是他所在的那国防外交委员会，他其实一出门往左走的话，那个楼梯是比较大的。那个委员会在3楼，在3楼，对不对？在3楼，他那个楼梯是比较大的，好，就是大家可以这个比较多人，可是他偏偏不往，而且他最近。就他不往最近的楼梯，不往最宽的楼梯走，他就往右边一个离他很远的楼梯，而且那个楼梯非常非常的窄。就是刑事办案是不是？左右楼梯都有问题。没有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说明，因为通常啦，为什么立委会走那个比较小的？为什么？因为走下去，他可以直接往中心大楼那个方向。就是他会往研究室的方向走。是或者，除非今天他是要去回党团因为党团跟他的研究室是完全就走另外一边。这个比较细啦，这个比较细。然后在第二个啦，就是说，你说这个他不交手机因为每个人不是都在排队嘛，就在交手机。可是为什么独就是黄国昌你不交，然后你就是直接把这个我据那个立委的描述说，然后他要进去之前直接打电话，叫那个助理来拿他的手机。所以你不交手机这个动作，大家就在怀疑说，民进党就指控嘛，他说你是不是就是要节省时间那你要出来的时候不用再经过那个申请手续的程序，因为你还要找人来帮你开锁，那你这样子是不是又1分钟那个军官可能就会发现，就直接追出来，所以你是不是直接把手机交给你的助理你这样走出来，咔咔给你可以节省时间，这是第二个，就大家都交为什么独你不交？这个是大家怀疑的点那再来第3个就是说他3个助理，这个也蛮怪的，蛮怪的。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是机密会议，你知道吗？机密会议如果按照表定的时间它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1点，所以比较没有人会知道说你到底要开到几点。因为通常就是说，我们跑立法院都是立委进去开会然后助理不会跟很少跟因为你不知道他要开到几点，除非就是说老板有说，说我的那个资料忘了，然后就直接通知你，再赶快送来，不然说你说这个机密会议，你有可能他是开1整天那为什么他的那个助理会在那边 stand by？也蛮怪的而且他时间抓得非常准因为黄国昌他没有带手机嘛，所以基本上他的助理不会知道他几点出来，而且你知道我有去看那个质询的表他那天黄国昌是登记到第8号，而且他前面还让康3个，有3个人没有发言，包括林义君在内，所以他的助理怎么能够抓得准时间，然后就在那边直接一直在等黄国昌，这个就是说这个比较。就是比较起人疑窦，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老板要在这边做多久，除非黄国昌之前就跟他们讲好了，说我很快就会出来所以你在那边等我那按照王定宇他们的形容是说，那天就是说黄国昌是非常行色匆忙，他就问完他的5分钟，而且就是感觉他就是问得很敷衍他问完之后他就
站着就要直接走了。然后王定宇还在要跟他讲那个议事规则，然后他就完全不听，就一直走出去，感觉好像在赶时间。所以就说他这3个助理，这个会在那边 stand by， 这个也蛮怪啊。那刚刚其实这2个助理在那边 stand by 啊。那今天王定宇就爆料第3个助理嘛，他的意思是说啊，你带2个助理来啊，一个人帮你拿手机哈，那你们走下去的时候啊，另外2个助理是不是拍完了？他们当时指控啊，就是你拍完就赶快回办公室要干嘛？然后另外一个跟你上来的那个助理啊，怎么那么巧，就在那边直接等你，就在那边等，然后等了完之后跟你上来，然后去交还。就还的那个不是那2个助理，不是在原来 stand by 在那边等他的助理，上来的是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是有这么巧哦，还是你们就约好了就在那边等？所以这整个就说是非常非常看起来真的太奇怪，所以你看短短的1分15秒，我们就讲了这么多的疑点哈。好，那我觉得黄国昌也不要那哈哈哈哈这样子啊，现在已经侦办了嘛？对啊，而且北检啊是交给主任检察官哦，这个张姓的检察官，对，他蛮有名的哦，因为他的专长是侦办这种金融啊、打诈跟贪渎有关的哦，所以我在怀疑说。会不会像柯文哲当时办柯文哲案子有很多的案子一起办嘛？比如说他是办了金华城，然后又办了政治现金，好，然后又办了贝信什么众望基金会这样子，然后按照那个《镜周刊》很会写的，就是什么顺藤摸瓜，然后就一路这样子向上发展这样。那黄国昌，你现在看起来蛮多案子的哈，你现在这个案子被告那个什么国安法嘛，违法国安泄露机密，那但是你手上还有凯斯国际啊，那还有另外就是会不会一直顺藤摸瓜，然后就怎么会派一个跟贪渎、金融、打诈有关的相关的，会不会从这个案子再办下去？来，明轩，刚刚听完。邱检做的柯南呢，不是检做了啊！哎，我发现那个可能台北地检把那个邱明玉加入那个所有的那个特别侦办小组里面，你分析了大概40几秒，被你讲了几分钟，讲了，我这几天实在是我有点，然后我觉得有点自己有点蛮压抑了。我们跑立法院跑那么久，有没有接触过机密文件？你自己扪心自问有没有接触过啦？当然没有，当然没有了，接触过就带走了，等一下带走了，我们要自证清白。你是要他们自己讲他们接触过，然后明天他就会接到传票。国防部的预算，你有接触过？你有接触过？等一下讲完，今天是士林地检署管辖的。国防部预算有2本啦，一本年度预算叫正常的，有一本叫红皮书，叫那个机密。所以你看过机密文件？我看封面而已啊，我没有翻里面啊。少来。你有翻过？你有翻哦？当然没有啊。邱检做不能自己自打嘴巴，进去都不能进去，你怎么翻得到？你有没有翻？当然没有啊。2本有时候立法院，你知道？你有没有翻？我没有翻啊。那他没有翻，你说他怎样？一定要说人家有翻。士林地检署简报分案中。我先打个电话，我先报案。我是一个不认真的记者，我不敢去翻啊。你少来。我通常这种怎么做？你美湖啊哪里？我敢，其实我刚才已经偷偷在录影了。没有，你先看完啊，哪一些你觉得不够敏感或觉得有疑问，你再跟我讲就好了。你们不要害明贤，真的，这一段简当预告。不是，因为你跑国防外交会不会常常遇到类似的情况？国防外交有机密预算啊，当然一定会遇到这种状况啊。老蒋就说，第一个到底都40几秒，譬如说。老蒋有没有遇到那种场合啦？我认为黄国昌还没说理，一跟你讲他不小心带出来。像我来录节目的时候，有时候你们2支笔现在不一样了，有时候拿这些笔来，我不小心走的时候，不拍谁，千万没有人拿走了。我说我就把制作节目的笔干走了。我下礼拜拿还回来就好了嘛。你今天干嘛一直自证直对啊？而且你从来没还过。我有还啦。后来有些制作单位上面会贴，上面会贴名哪个制作单位。我家怎么那么多那个节目的笔啊？你们没有贴了，其他有了。所以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啊！你要把像黄国昌讲说什么，他是紫云皇室。好了吗？大陆紫云皇室啊，所以他跟大陆有联系。我觉得民党有一些名嘴讲过头了啦，黄叫大陆叫紫云嘛，不是啊，紫云是他讲的。蔡正元跟他讲紫云啊，就有人讲说哦，这个人不行，他来自紫云皇室，他跟大陆一定有联系。没有，那是蔡正元讲的。不是他讲紫云嘛？还有民进党的名嘴讲说黄国昌来自紫云啊，所以他跟阿公那边也有联系。真的有吴敬怡讲的啦，吴敬Grace 讲的嘛，说这连结太过头了。像昨天我录影有讲民党名嘴说哦，黄国昌黄贤。现在讲哦，拜托，现在已经列为被告嫌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案子是黄贤啊，对了，对啊，对啊，那是另外一个，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案子，民进党准备你看
对啊，就要包围地检署的那一件，他是那伟航老师大概都知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独眼龙也知道，他只剩7天就卸任了嘛。那你现在看得动这个，老讲都要小邱检有预告一个事情，什么？接下来司法动作被警队了嘛？我觉得这泄密案，老讲你说40几秒去调好了，大家柯南就是。到底第一个有没有泄密？有违反2个嘛？第一个背书哦，你听我讲完了，不是第一个就说违反机密保护法的，地检你查嘛，调出来就说大家去去看一下到底录影带公布之后，那没代志的吧？第二个就说立法院就说到底要不要送纪律委员会嘛？立委职权行使法嘛？可是我觉得民进党是在预告一个啦，接下来的司法动作了，2月1号之后一讲的嘛，凯斯国际嘛。就说你有没有接受香港或大陆的金流100万？那个就说民党接下来的重点，为什么是民进党接下来重点要办它啊？因为司法办跟民进党要办，就代表说民进党相对的针对在野党，他。就说司法还是一个工具嘛，就说你现在为了地检，很多包括台北地检，甚至很多桥头地检在办的，很多如果你有证据，他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我认高虹安怎么会无罪？高虹安怎么会无罪？高虹安谁办的？有些因为是邱检没有加入嘛，所以我认为司法这个动作，我觉得很奇怪了。第二个不是这个重点不在于说到底有没有泄密，而是在于黄国昌。所以他打黄国昌是在讲。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而且这个军购案也不在于说有没有泄密的问题。有时候大家讲说拿出去，我昨天看到了民嘴在翻说哇几秒，然后就可以翻拍完了，我觉得真的有点过头了。在于说，计算刚讲说可以拍到80页，他刚说你怎么黑我看？不是你我讲很。你直接一拍大概1秒的动作，翻1页拍1秒的动作，那个手机都可以查后都有了，是2页因为只有2面嘛，所以总共是40秒可以拍到80页。我觉得已经有讲过，不用拍，用录影，录影的更快。对，这个立法院现场都有监视器去查了，而且这个足迹有拍，真的有翻，然后手机都可以还原了，这骗不了人。我觉得针对问题不在于黄国昌有没有涉及到泄密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欲加之罪，是在于说，第一个，民党就把它扣成说，你在野党只要碰到国防机密就是会泄密，这个就是要 A 等于 B，B 等于 C 嘛。第二个就是说，国防预算是怎么样，不在于说黄国昌有疑似把机密资料带出来，而是在于说你国防预算这个到底该怎么审查嘛？就说过去特别预算有没有？有，都公开啊，你 F16B， 还有包括之前2019包括编列2400多亿的特别预算，都公开嘛。这个内容是这样，就大家会有质疑的地方啦。所以第一个，接下来在野党会自提啦，比如说国民党，我们也会自提。我问过几个委员是这样子啦，就是说现在把它切割开来，譬如说美方货源军购黑不问题啊，3000多已经公布了，包括接下来要卖的那个自走炮这一些。譬如说美方货源军购黑不问题啊，3000多已经公布了，包括接下来要卖的那个自走炮这一些。然后第二个，包括国防部有提到的商售的保护，商售现在到底有多少？可能8、9千亿，可是有确定货源了，黑不问题，我的合理。可是如果还没有公布或不明货源的来源，我给他吃亏啊，就可能不会跟他给，是这样子哦。那第二个，在野党也不是说反对军购啦，就说你美方公布的好自走炮这一些，可是我们最先进的，譬如说我们要公布整个包括整合的，以前博胜那叫 C4ISR， 这是最新的叫 C5ISR，C5ISR 你就要整合起来啊。新呢？你的那个空中预警机，我们 E2C 就过来了30几年了呢，这是美国去抓马杜罗，他们是新的 E2D为什么我们不能买到最新的？第二个买新的我们需要的第三个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在台湾生产嘛？所以这些在野党我们都有研究啊，不会像小玉讲，小玉好像说哇，黄国昌昨天拿到机密资料，然后抄一抄，今天就送出版本出来，很喜啊，内部我们都讨论过了嘛。你看我讲这么精深，你看你邱姐你就。不了解了，所以我们这些就要讨论。明显这个态度是对的。那我希望明天礼拜5赶快复委，让黄国昌还有机会自提版本嘛？你不然的话就变成2月以后才自提版本了，就不是算在黄国昌头上了嘛？你要帮黄国昌赶快提啦。所以明天我希望蓝绿白3党可以把军购条例复委之后，让黄国昌我们黄大主席、黄大立委可以自提版本。那刚刚呢，明显讲很多其实就是在帮这个黄国昌在转移焦点。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如果黄国昌要证实他真的没有像大家讲的，他消失了42秒，其实就是真的从红楼的3楼走到1楼，他一
一刻都没有等，发现自己有机密文件的时候，马上又跑上来。我告诉你，有什么事情可以帮他公开？监视器啊，你监视器画面全部公开之后，你就知道他没有啦。这就很像说，如果你这个公司有人东西被偷了，然后有一个人被指控说啊，就是李明贤偷的啊，李明贤说我下个礼拜会还回来。对，李明贤要说我没有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公布监视器啊，李明贤没有偷制作单位的笔啊。对不对？这样就好啦。但是不小心带走。不，我要讲的是说，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证明？可以嘛？有监视器嘛？就算他是左转从那个比较小的楼梯走下去，2楼也有监视器可以看得到，1楼也有监视器可以看得到。你如果不是在楼梯间偷偷的跟助理合作，一个人翻一个人拍的话，那你就监视器出来之后就可以公开啦。那立法院为什么不公开？然后。重点是黄国昌也不叫立法院公开，他宁可跟民进党在那边骂来骂去，然后转移焦点，第一时间说他准备了一大堆只能质询5分钟，然后又说他自己带出去30秒，然后现在昨天又骂律师说去告他泄密，要重考律师，然后今天又讲说如果检察官最后民进党全部去告我了。检察官最后如果是不起诉的话，民进党不要躲。我告诉你啦，如果刚卢明贤所说的啦，民进党如果真的就是要针对他怎么黄国昌怎么有自信？这个案子检察官会不起诉，这不是都很矛盾的一件事情吗？对不对？如果真的民进党要针对你，然后如黄国昌所说的党检没提的话，那黄国昌应该起码爱踹的蛋呐，对不对？所以嘛，我要讲的是说，如果这一件事情。他要自证清白，最好的能够帮黄国昌的人是谁？就是韩国瑜嘛，就叫这个周万来秘书长赶快把这个监视器公布啊！如果人家就是真的很快，就跟王一川一样高，但是人家走路就是比王一川快，王一川走到下面要走40几秒，人家40几秒可以来回走，对不对？这就可以证实啊！但为什么不证实？宁可在那边骂来骂去。有没有听到刚刚民进讲的那个重点是，这是代表这个动作，就民进党现在去告黄国昌这件事情，是代表民进党接下来在2月1号，有他特别强调是民进党，在接下来2月1号以后会开始对黄国昌做司法追杀。当然不是啊，我要讲的是说，黄国昌刚刚讲的，包含他这个去冲撞法院的这一件事情，变成黄嫌，是民进党办的吗？它是事实不是吗？是黄国昌自己着急，然后去做这一件事情的。凯斯国际为什么他会被告？是王一川告他。王一川为什么告他？王一川当他还不是立委的时候，莫名其妙被凯斯养的狗仔去跟拍他，这不是事实吗？然后凯斯的关系跟他老婆的小姨子，跟他的这个所谓的私塾的老师有关系，然后刚好黄国昌质询的这个相关单位的金主刚好都有捐钱给凯斯，这大家都讨论过啊。这怎么会跟民进党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不要跌沟倒菜兜，不要认为他接下来面对到的司法全部都是民进党要启动啦。那我要讲的说，在这个案子里面，真正能够帮黄国昌的就是韩国瑜啦。不过回过头来讲啦，你知道吗？黄国昌这一件事情已经连烧第3天了。哦，第3天，礼拜1开始嘛？对，礼拜1开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上个礼拜都在讨论柯文哲臭骂蒋万安，那个给小朋友吃营养午餐、喝鲜奶这一件事情，对不对？结果呢，这个黄国昌几乎都已经退到第2位、第3位，都没有人讨论他了。结果礼拜1的机密会议开始之后，我们连3天讨论黄国昌。这个意思是没有啊，黄国昌取回了整个声量啊，然后又加上昨天晚上又跟蔡正元直播，然后蔡正元直接就说他是，他没有紫云皇室是黄国昌讲的，不是蔡正元讲的，只是蔡正元在直播完之后，还去把紫云皇室的来源说是什么泉州的某一个氏，是什么汉朝的时候这个皇室呢有推动过什么这个佛教的推动等等的，就帮他这个科普了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这让黄国昌重回到这个舆论里面的焦点声量全部都抢回来了对啊，你想要回应吗？没有啦，他就他见缝插针，我觉得小题大做嘛。司法到底有没有追杀？
接着大家看到就知道了嘛，政治里面有介入的看的台北地检跟桥头地检到底有没有动作，你了看了知啊嘛，一个40几秒，只要讨论了3天，你觉得没有不符比例原则啊？黄国昌也很期待继续讨论啊。你确定吗？不然韩国瑜公布录音带就好啦。那刚才讲3位来，姚明一样跑立法院的这件事情，好，连小玉刚才一开始。民众党不是讲说他们在这个周末大概就可以定稿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军售条例的一个版本，小玉连这个都开始在质疑，说怎么这么巧？那经过了机密会议以后，你们就他连这个都要打上问号。然后接下来那大家也看到古立言有讲话，所以你看黄国昌这一整个动作，除了大家本来应该焦点是摆在那个机密会议里面，接下来大家国内大家是不是朝野之间能够没有？接下来都一直从黄国昌这开始一路往这烧，都在烧这个啊。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先把它这个游戏规则要讲清楚哦，就是说司法侦办是一回事嘛，那北检要不要办是北检这个的权责哦，但我觉得办也很好哦，为什么？就是把它厘清嘛，那你要去扣黄国昌的手机，因为刚刚阿黑马贡啊，就都是你如果他真的有拍。有任何摄录哦，有这些的这个动作，甚至有传递，这些都会留下资讯。比如说哦，你去看他的假设他的社群或是什么 email， 有在当天早上10点多那个是几点几分，然后呢，这个他的这个助理，包括你们讲他的身边的助理或什么有使用这个所谓社群软体，传了不管是什么档案或讯息，那个就算你删除都还可以查得到。这个所以我说这些数位足迹。基本上湮灭不了哦。如果今天他是用这个方法，好，那可是我们再回到立法院的规则，好，立法院的规则，他就是说机密会议哦，这文件不得释出，好，那有没有罚则？没有，有，其实他们说没有罚则吗？送纪律委员会，叫做送纪律委员会，对，移送纪律委员会。所以呢，我是觉得民众党或者说黄国昌主席，他们在这个部分格调稍微可以高一点，什么意思？自己送吗？自行处分反正剩下7天也没差了。对，第一个是他辞职书都已经写了，那这个东西就算送到纪律委员会，最后纪律委员会他会说，因为黄委员已经辞职，所以本案结案。哦，聪明。是啊，对。可是站在你身为一个党主席，你身为一个党团，我们做了这个，我必须讲，带出去基本上黄国昌就是违规嘛，这个没什么好说，就是违规嘛，对，一定是。那可是如果今天民众党都说我们就是要什么高标准的政党、高道德的标准，那就是自己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黄国昌第一天就讲该怎么办那就是应该要自行处分啊，你不需要等蓝绿来去把你移送啊，你自请移送，那蓝绿就把你成全，反正你辞职书都已经送到韩国瑜那边了。对，所以我说这个叫做不要落人话柄啊！他现在人大家去讨论那个42秒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老实说，基本上是黄国昌自己造成的。这个是他自己造成的。那监视器的部分，我必须要帮立法院讲个话，因为我过去立法院曾经因为监视画面流出，引发了那时候是民进党立委内部的风暴。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那时候因为陈时中的一个画像有没有，然后被放到那个什么资源回收区，对，后来就有人公布嘛，然后对，就引发那个绿营内部的一些风暴。后来立法院原则上就是说不复制给立委，他们就有一个内规，就是说不要再造成立委之间拿这个录影画面。可是之前黄捷那个去开委员会的门就被公开啦。对，那个是一个特例，那是因为它牵扯到所谓的会议秩序的部分啦。但我觉得，因为这个东西它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那我觉得有没有画面？因为既然都告发了，我跟你讲，北检一定会掉了，当然会掉了，对啦。那我觉得这个东西让司法厘清也很好。甚至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按照这个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同业们的逻辑。黄国昌的低潮什么通通都要扣啊，什么这个很满的低潮通通把它扣起来，搞不好早就有这个相关泄密的行为。但是大家忘了一件事情，是黄国昌不管有没有析出文件，他已经把机密，他参加的那一场机密会议，机密已经在他的资料库里面了。黄国昌不管有没有析出文件，他已经把机密，他参加的那一场机密会议，机密已经在他的资料库里面了。他过去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那个什么疫苗调阅小组还是什么的，以前有那个什么调阅委员会，他就曾经是他那个不能抄写，所以呢，他都是进去看完之后他就出来，然后呢去自己凭着自己的记忆。
把东西写出来，然后10分钟之后他再进去看，然后呢看一部分，然后他再出来，他自己把它记起来。过去有过，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啊。那你说那个他去听那场报告，我不管他的报告内容，他能记多少，他的脑海里面一定有印象，所以他不见得非要文件才能泄密哦。注意，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两回事情哦。他已经接触到机密，他没有刺探的问题，他是实际机密的接收者，他是合法取得这些机密，可是他有没有把这些机密传递出去？卸给第三人，没有权限得知的第三人，这个我觉得就让司法来厘清。这个我们先把它讲清楚，就是说这个是立法院里面的规则啦。那再来我们讲，刚刚提到1.25兆美方，最近其实你看，国务院又讲话了，对，他讲了一句这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俗谚：自由不是免费 ，Freedom is not free。这个在美国其实他们就是在强调所谓他们在维护，比如说像。包括911恐攻的时候，他们国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意思是什么？我们要维护现在的美国的自由是要付出代价。他用这一句话告诉什么有吗？其实就在台湾嘛，要自立自助，美国才会提供协助。其实这一点在川普总统上任，或者说川普的第一任，都是采取这个模式。川普就是说，你要美国来协助你，你要展现诚意，你要付出多少？那当然，这就是这一次的1.25兆。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古立人今天释出了一些资讯，包括虽然这几家军火商都是应该说美国的军武的公司，都是去年大概9月那时候美国那个军工会议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有一些资讯说他们来台湾投资啊，或者说跟台湾的汉翔啊等等的合作包括有安杜里尔，包括有这个 Shell AI 包括有这个诺格，今天古立人都把它讲出来，都说这些的厂商。都扩大在台湾的投资，包括无人机，包括有盖靶场的等等的这样的什么炮火测试好，那他要传达什么讯息？他要传达的就是这1.25兆是对你们的军工产业也有帮助。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跟美国采购而已，他也有很多是所谓的台美合作、军事合作的业务。好，那当然，我觉得古立人用这种，因为他是在国防安全研究院。演讲的专题演讲去提到这样的资讯，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在安抚台湾的大部分的民众，说这1.25兆不只是美国会有所谓的武器销售，也会有所谓台湾在地生产，而且是美国跟台湾的合资的这样的模组。那这个我相信对台湾民众的接受度应该会提高。所以我相信美方已经这个某种程度叫做。大动作，他已经不是跟在野党立委去游说，他已经在跟全民沟通。我想这个动作在野党应该也都看得懂，所以我们之前讨论过，到底在野党会挡多久？我认为不会太久了。应该下个会期一定恢复卫生。不过现在看起来整件事情一路烧，现在伟航这个要问你了，因为每一次如果想要了解黄昌委员就要问你，因为你毕竟跟他共事过。这件事情如果照刚刚杨明讲，照很多来宾讲，其实不需要烧这么久，也不用烧这么大。然后我不知道刚才苏培的意思，有意无意的意思是说，是黄国昌他希望把它烧得这么大，有声量，有什么的，是真的这样吗？他也不希望这件事情这么快就落幕吗？那请问一下，那个紫云皇室这件事情，为什么在这时候大家还要讨论紫云皇室呢？这个黄国昌我们都知道嘛，他留在立院的阳寿大概就是个礼拜了要将近了所以在这最后面，大家其实想问的是2月1号之后他的战斗位置是什么？其实这个大多数人现在都没想到，因为他现在还是立法院的身份，出现在立法院的这个建筑外面接受访问，然后沧海一声笑，这个他要怎么认为是怎么认为，他还在抓他之后的方向。为什么？如果他2月1号之后。他转换为新北市长候选人，不得了，那对手变成国民党，所以他原来气球，他原来所设定是跟蓝白合的这个，在2月1号之后会不会有变动？会有一些变数，所以他能够做的应该是在这之前尽力打包国民党。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一个前提，就是不管有没有民众党版本，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国民党会支持民众党版本吗？这个就是很现实嘛，如果不会的话，那现在演这些都没有什么意义，包括他看到了什么机密的部分。当然了，我个人的解读是他那个应该是无心之过了就他后来的就是他的那个这个整个行为时间轴看起来是无心，他就走一走，发现说怎么拿到这个，赶快还回去，偏无心之过。
那会不会有泄密的可能？就是有没有可能是非常这个擅长情报工作？像刚刚大家有提到，可以拍照啦，可以录影啦。其实都已经发展到现在这种高科技以及拍照录影有一个更难抓到的方法，叫直接开串流。串流大家一般接触可能是直播，但大家可能有用赖打手机打影像手机的经验嘛，它的清晰度是没那么高，但有些软体可以非常高大家的手机里面有好几种软体都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它在短时间内开串流，另外一边荧幕截图或荧幕录影，把所有东西录走。你在这一端根本没有东西，因为它串流串出去的，串流的封包是短的不过这技术问题我们不讨论。我相信黄国昌的团队的程度没有到这种水准，所以问题就不需要讨论到这么高阶。我以为你刚刚开始讲他是明星之后，他不会有这样的事。因为我比较熟悉他那边的人才的程度，完全高级酸对我就是评估之后，应该是可以。但是我们还是尊重检调的侦办就是如果有人要去告了分案就叫去问看他手机有什么嘛。但我相信他应该可以获得清清白白，就像他刚才那么自信要告就来告我们看法院认证怎么样。但重点是，你有没有发现过去他都没有这么意气风发，但他现在这个的确意气风发，明明是他自己出包明明再怎么样也是你自己随手做了个挂包带走，自己出包却这么高兴，代表的是。这个事情可以让他抢到话头。什么叫话头？主动权。他很担心他会离开立院失去主动权，所以这个案子后续延烧，办得越大，他越高兴。不管是这个最后办出来结果怎样，这都不会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好。那再来是说，这可以去延伸到其他议题，包括像今天他对于那个左荣泰的辩论他也花很多时间去论述来辩论怎么样他现在是直接点名赖清德总统。对，就左荣泰我们就直接对赌嘛那出来民意怎么样，我们8票都投给你就是反正他就要离开立院了嘛，要呛多大的赌注都可以。但重点还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他现在铺排的东西很多，包括像这个现在讲说什么紫云皇室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旧的直播被蔡正元拉出来再次因为那个时候播的时候注意到的人不多蔡正元把它再贴之后，大家才注意到紫云皇室这一段。那紫云皇室它是在泉州为基地的就是唐开元寺的那一支的姓黄的人，他的后代你要讲说郡望或唐昊原则上都自封的了，在台湾的这一种就是其实不是很熟，也要跟他装熟的那种观念就赶快紧急贴牌这样，反正也没有这个特别的什么权利金的限制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中国曾经走过的话，他们还有现场帮你塞进族谱的服务就是这种服务非常多元的我就曾经去到一个地方，100家姓都有，每一栋就是一个姓的，你进去立刻帮你那个什么排位什么都会做好，中国这方面做的很先进的。但重点是抛这个东西出来，在蔡正元的场子抛这个东西出来，为什么？是不是要去安排？可能有两岸寻亲，又开始去做什么？回到什么这个就是唐开元寺原来我的祖先当年捐赠了什么血浓于水，两岸一家亲，两岸一家人。虽然黄国昌到现在还没有买单两岸一家亲但会不会是投石第一个问路？我是紫云皇室这一点。所以你说最后我们会听到我是中国人，这个很难讲他搞不好会说我是泉州人嘛，对不对两泉一家亲但为什么我会对这个特别有感呢？因为当年马英九的那个马家庄的那个寻亲，一开始就是我去弄的。当年我是他的助理，他有一天就是他就一路层层交办，都说马英九说之前在新竹有一个大学校跟他讲苗栗有个马家庄不知道跟马英九有没有关系然后长官就交办伟航，你是苗栗人你去找看看马家庄在哪里。他那个马家庄是我找出来，后来几年之后刘正宏才把它改建成什么马家庄才出现什么马粪馆马英九粪斗馆一系列鬼东西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塑造出来的亲戚。主要到底有没有关系他的堂号一样都跟马英九是福丰堂，可是马英九是湖南的嘛，马家庄不知道是从哪里搬来的。但重点是后来还出了，我记得有人出钱去研究两边到底有没有关系，去找苗栗一个非常知名的陈运动老师的基金会去做研究，客家的非常知名的研究者，那他去做出来研究是毫无关系除了堂号一样之外，是毫无关系的两支。但是重点是马英九为什么要演这个戏？
他想要跟台湾这个土地有连结，我在台湾这边有一个宗祠主祠可以去拜，而且他也还兼具可能会带有一点客家性格的，他又可以再跟客家人拉近一点关系。不过那是刚好是两个族群的交界区了哈，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哈，当政治人物开始玩这一套的时候，第一就是可能他就是开始想要去投石问路看看，这会不会是一个契机？对岸会不会泉州台办会不会来接头？再来另外一点就是说哈。他打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复古的感觉，因为年轻人根本就像我今天在友台讲到什么马家庄，那年轻的名嘴和主持人都从来都不知道，对，都不知道，但稍微有点年纪，我们也应该要装作不知道，不知道，对啊，对，小玉就不知道嘛，对不对？明显没听过，大家都没听过啊，对，大家一定要这样装年轻。我相信能够唤起一些大家思古之幽情啊。大家一定要这样装年轻。我相信能够唤起一些大家思古之幽情啊。有一些长辈可能会觉得说，突然黄国昌是不是变成一个可接受的选项？因为黄国昌过去要打中亲会，他要打那种同性氏族，他一般都是打不进去的，地区的那一种他都打不进去。但是如果他真的要走2月1号以后要走选举路线，我真认为这是他要去经略的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好，除了大家看到黄昌主席在立法院这件事一路烧。当然，你说到了周末的时候，那他们是自己版本，那到底会是怎么样？那包括蓝营跟白营，如果自己版本跟行政院所提出来的版本，到底会是怎么样？那现在看起来，这整件事又烧出另外一支线。来，明显大家要大辩论了，大家要大辩论吗？现在是真的要大辩论吗？我以前跑立法院，我跑了10几年了。我虽然没有上公义夫那一种活化石的经验，可是我也跑了10几年，我没有看过总预算有到辩论。对啊。而且喊大辩论，现在还喊出来是1对1的辩论，就是古代打仗的方式，就是古代上将军出来，这边一定要上将军。对，所以当初关羽要出来温酒斩华雄，当然那个是小说里啊，他要温酒斩华雄的时候被大骂一顿，你是什么咖？人家派上将军，你是什么咖？一个马步刀斧手，人家会欺我阵无人。这现在是要这样吗？因为国民党现在开出来的是讲说3对3，对，就副总召对上院长，然后罗志强要对上副院长，然后是谁？林佩祥要对上张志涵秘书长。以前就是阁揆对上所有在野党立委，对啊，就舌战群雄，是吗？那总预算多少啊？譬如说老讲，你说现在即使没有复委审查，老讲，你说各委员之间都有没有研究？都有啊，立法院也有法制局，也有预算局，他们其实都有调整过哪一些该删，甚至有提案的，你会抓那种传来好啦，到底哪一些要动的都有，只说。第一个，为什么形势会变成这样？以前当然大概这时候都大概最后要进入1、2读，甚至最后要2读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复委？那为什么要变成说3对3？只凸显说现在战场改变嘛。那一个真正关键说，朝野气氛非常非常的不好啊。比甚至刚刚我来的时候，大家来讨论嘛，因为柯建铭总召前几天出席一个赵先生的场合嘛，他讲说和解咖啡啊，大和解咖啡是1995年嘛，此时此刻朝野气氛比1995年还要差。这么真的。所以我刚刚来录影的时候，我觉得气氛不是很好。我本来跟苏培要买一杯咖啡给他，要和解一下。可是我想到你买一杯咖啡给他，不然我想现场有多少人，你买一杯咖啡给他。不然后来想一想，我们台北重点是还是没有买。对，不然我想到我们台北市的总预算这礼拜2就过了，所以那个和解这样就算了。下一次，就说我只要凸显说现在朝野气氛，包括立法院的气氛，真的比那时候1995年还要糟。孰之过？我这么讲好了，我先讲，你知道那时候连新党跟民进党，他的政治主张是南辕北辙的哦，都可以坐下来喝咖啡。现在包括国民党、民进党，你觉得政治主张有比那时候还要远吗？并没有嘛。那就说你说孰之过，我觉得说柯文哲属于讲嘛，有权利人解铃还是系铃人，有权利人当然负责主要的责任嘛。可是你对我这阵子，譬如说啊，当然这几天下雨没有，礼拜6、礼拜天我们去发春联的时候，那个基层的反应就是凸显两个气氛哦，都得会看民进党哎，挤一下动，哇，你那动上面医生啊，就都开始骂，你知道如影随形的骂。可是遇到我们支持说，对啊，民进党在该死了，民进党在欧罗木在乱做。医生卖好鬼啦，光预算没好鬼，这个完全民众这2极对立哦。
觉得总预算对一般民众来讲，除非有那个涉及事务的有相关的，譬如说TPAS 黑魔鬼啊啦，譬如说什么那个喝牛奶没了啦，生喝牛奶没影响到自己的，他们才会关心。譬如说敬老卡要不要扩大使用，他们就会关心。可是你知道总预算现在有没有通过？就对政府部门有影响啊。新增的，譬如说现在没有过的话，当然可以沿用。那新增计划这一些，当然就没办法处理嘛。所以我就说，为什么对民众感受没有那么深的，就部分民众会显著呢？就说在于说，民众反映的也是现在的一个政治气氛嘛。那当政治气氛那么差的时候，你对在野党来讲，我到底要过或不过？当然，多数，譬如说有一些民调认为说，那个国防预算也有多数人支持，可是对在野党来讲，他也是要坚持啊。譬如说我没有货源的或相关不明确的，我一定要给你过吗？跟总预算一样的方式嘛。所以对于紧急急迫的这些就抽出来嘛。就行政院里没来啊，他说没鬼力的专播包裹鬼就老讲。美国也是这样啊，美国省预算省到没有过的，美国政府也有关门那么多次啊，所以对在野党来讲，只是说凸显反映现在的朝野气氛那么差的情况底下，解铃还须系铃人，解铃是在野党去解铃吗？系铃人是谁？是执政党嘛，所以现在气氛从大罢免延续到现在，其实都没有变，是不是？好，我补充一下，总统有没有要邀这个其他政党一起来喝和解咖啡？之前又要见面啊，本来朱立伦主席要去啊。后来黄国昌说不去，朱立伦就不敢去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再来，这个院际的和谐的部分有没有邀过立法院？有啊，有邀过考试院啊，也要来喝啊，也要来谈啊。结果立法院就是不愿意去啊。所以什么叫做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行政团队是民进党没有错，但赖清德总统从去年到现在多次的对立法院多次的对。这个在野党释出了善意，但是在野党就是不愿意收啊，所以你告诉我说什么现在立法院的预算弄不过，是因为行政院不愿意低头，是吗？我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啊！再来，我讲，你刚刚讲说啊，这些预算啊，我们重要的什么 TPAS 这一些全部把它挑出来了，为什么民进党不同意啊？我告诉你，因为整本预算都重要啊，为什么只有你们挑出来的那些重要？没有挑出来就不重要吗？我讲一个就好了。明显你的选区也有好多老旧校舍，我们现在都要求老旧校舍要改建，很多在漏水，多少的钱都是由教育部补助到教育局去修改那些建筑的。那现在如果这一些预算没有过，我告诉你啊，这些工程怎么办？我觉得昨天左荣泰院长说大辩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不是要这个什么国防的，他其实是要针对说你们到底认为我们总预算为什么到现在不复委不讨论？你知道吗？这现在国民党的讲法是什么啊？我们以前总预算也有很多拖到6月的啦，但今年的状况完全不一样今年是复委讨论都没有哦，过去是9月、10月就复委。但复委之后就一直审预算，有可能审到隔一年的3月、4月，有一些预算比较有问题，可能会一直被割，对不对？然后都一直在讨论。但今年不是今年是完全没有讨论。好，那我要回答刚刚讲的，说到底是谁的责任？我觉得这个国民党会都说是民进党的责任，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扛嘛。但是就如我刚刚所说的，如果连行政院院长都用所谓的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些预算哪一些你们觉得不应该过，你们都不敢在立法院辩论，现在要改到什么新闻台去做辩论，这就是假议题啊！我跟明贤两个人都是议员。我们两个在审预算的时候，你知道台北市议会局处啊，为了要跟我们解释预算啊，你知道我们那个每次在开会的时候，外面大约都200-300个人在那边等，因为准备要把资料给局处长，然后跟议员解释。那行政院不是更是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要认真讨论预算的话，你到这个节目来，然后这边3个，这边3个，能够怎么样讨论预算？那就是在政治吵架啊！那不是要针对预算去做讨论，但这一些预算全部都跟人民有关。现在不是什么？我觉得回到体制来，而且我觉得现在有融冰的一个可能性。卓荣泰提出说辩论这件事情，他当然是说在制度上面，我跟立法院里面报告并被质询嘛。那你们国民党要派出3个人，你们可以直接指定啊，谁上来质询啊？卓荣泰院长上来质询，郑丽娟副院长你上来质询，
你们就可以跟他辩论啊，不是吗？这个叫做体制内的辩论，而不是在体制外大家们打擂台啊，上面新闻面对面大家来辩论吗？那没意义嘛。所以回到体制内，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因为所谓的回到体制内，大家都有解了嘛。什么时候才能进行总质询并被质询？这就是要把总预算或者军购条例复委之后，你才能够行政院长被报告并被质询嘛。那时候国民党要主张我们要3对当10对10都无所谓啦，你们要怎么质询就怎么质询嘛。另外赖清德有没有说他要针对军购条例赴立法院报告？有哦，只要说符合宪法的需要嘛，那宪法需要就是统问统答嘛。你们可不可以对赖清德的1.25兆的军购条例提出问题？可以啊，提出问题之后，总统再报告一次嘛，这个就是宪法的规定。而我觉得行政院跟所谓的总统府都已经释出善意了。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提出了3对3。其实在自己在做台阶下了。小雨怎么样？我只有一个弱的问题要问，请说。谁来当裁判？怎么样定输赢？不是啊，秋检。对啊，但是你辩完之后，不是我们在这边不是也是就辩论赛中间有裁判，线上投票。线上投票，那要找哪一个求真民调？不是哪一家民调公司呢？就是对，这样怎么定输赢？那一定是合各言而至嘛。是啊，就你看我刚刚这样讲，不是国民党的、民进党不是都是。就是各讲各的，正负3%。对啊，那所以我就问啊，那你要怎么样定输赢？那罗志祥还说什么要做民调，然后到时候做一个民调，那看就是如果说多数的民意是支持民进党，他们就开始审预算。不是，我觉得这太荒谬了啊！你这预算怎么会沦为辩论的一个工具呢？那我就问嘛，你能够回答我，那要找哪一家来做民调嘛？民调要3家而且哪一家电视台要找哪一家电视台？如果哪一家不是大家都有意见吗？这我真心觉得不行，而且最重要是说他3对3，他竟然没有黄国昌对，如果说你要蓝白合的话，你有3席嘛？这就是关键哦。明年2月1号就见不到黄国昌了，所以黄国昌是没办法质询卓荣泰的，所以黄国昌才呛说他要质询，他要跟赖清德辩论啊，因为黄国昌已经不是立委了，他想的是2028年要不要选。你这样子民众党会错啦，这样黄国昌就变陈昭之了，就要把辞职书再拿回来，就是我一定要辩论，或者我的要不委，我才要对啊，该错的是民众党，不是啊？你看他的那个辩论名单，他也没有把黄国昌摆在里面啊，他那个3个，而且有一个林佩祥，林佩祥厉害，Top 1 person 是啊，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啊，我就觉得这个太荒谬，那谁要来评判？但小雨，我想问一下，当然这整件事情大家会往后看，你最后在立法院，或是大家有没有容辩的可能性？可是刚讲到柯文哲，讲到白银，白银其实在现在国内政坛俨然已经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枢纽。那尤其对蓝营来讲，我们讲2个人，第一个陈佩琪最近你说发文。然后把人家那个就是承办人，就是那个收舍申请书，然后那个承办人，那廉政组的承办人出来，然后就讲对，没有啊，那些东西就是他收进去，然后到柯文哲房间里面，然后偷看到电脑里面，或者今天大骂苏立琼啦，或是我这些，陈佩琪最近的这些发言到底要凸显什么？我是听他熟悉他的朋友是说，他最近状况又不太好，就是。可能就是他又压起来了这样子，他就开始一直写，那就可能柯文哲没有理他这样子，所以他就开始写了哈。但是坦白讲，他现在这个写哈，你去看下面的留言，其实支持他的越来越少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在质疑他比较多，包括不是，尤其你把人家的资料泄露出来，对啦，这个，可是我觉得他该道歉要道歉啊，可是他也都没有道歉啊，他就一副说来抓我北检啊，什么鸡啊什么，那你这情了没意思啦哈。但是我觉得今天有点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他是又把苏立琼拿出来，他说啊，苏立琼啊，你这个是民族社会系的哈，你什么时候变成都计专家了？意思就是说，苏立琼就写了上百页的那个都市计划的这个部分，意思就是要把柯文哲就是要把他下罪入狱这样子，然后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他们夫妻俩好像对苏立琼一直都有那种不太能够了解，可是你要想看柯文哲，你成也是世大运，就是世大运是把你这个就是把你捧上天的你办这么好，大家不是认为说你要感谢苏立琼吗？就苏立琼当时要走的时候，你是怎么讲人家说没汤丢，把人家讲得这么难听，对吧？哈，那现在你陈佩琪又在讲说苏立琼只是因为一个民族社会系，他们家的人真的好重视学历然后就说那你怎么突然又变那个都计专家？那我就说我要问啊。
啊。那柯文哲你也是医生啊，那你怎么能够当市长啊？你也没有政治的一个素养，你也没有啊。那你为什么可以当市长？而且你还可以当民众党的前党魁？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要把苏立琼，就是你要编他没有关系，可是你把他的这个学历这种拿来做连结，我会觉得是说他这个就比较没有逻辑。OK， 怎么样？好，那到最后我要讲了，我就说其实现在看起来好了，我觉得还是陈佩琪他自己要多。可是柯文哲对民众党现在看起来的话，真的因为柯文哲这一波的操作，他变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枢纽，是吗？可是最近那个蓝营狂骂他，我看包括什么联合报啊，什么全部都是投书啊。今天还有一个也是这个比较偏蓝的，都一直在狂骂他，说他大话柯文哲啊，反正就蓝白合破坏。所以但是我认为说他们都是从蓝营的角度，当然，他们从蓝营角度在批判柯文哲。可是以白营的角度，以柯文哲的角度，这是他最大的杠杆啊。对啊。因为他之前这个让黄国昌交棒的1年，哇，整个民众党被黄国昌带到的已经是比蓝还要蓝，整个靠过去了。那对柯文哲来讲，哇塞，这个还得了？如果黄国昌你再这样下去的话，那我的党又要被你关了。所以他现在开始要拉回来做一个杠杆式啊。那黄国昌当然有他的危机啊，因为他只剩下7天，他就要下台了，而且坦白讲，未来这6席可能都是掌握在柯文哲手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柯文哲来讲，他要校正回归，这个是必然。那你现在看得出来很紧张的，其实都是蓝营。OK， 那是不是要补什么？对，我要回应一下，就是说蓝营很紧张，但蓝营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很紧张啊。你也有看到蓝营的政治人物，除了秦慧珠在骂这个柯文哲之外，有谁在骂吗？没有啊，连国民党的副主席都说，那个柯文哲讲的对啊，这个国民党没有多了不起啊。这他们都自己承认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很矛盾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对于柯文哲骂蒋万安这一件事情，蓝营非常不高兴，但是只能让所谓的这个蓝营媒体帮忙出一口气。国民党所有上上下下都没有任何人敢当那个蓝白合彻底破局的那个始作俑者。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还会继续就是用这样子的杠杆继续去获取他的政治利益。但我要回到陈佩琪啦，陈佩琪今天把这个苏立琼拿出来讲，那就如刚刚小玉觉所说的，其实苏立琼当时在柯文哲第1届到台北市政府，其实是帮柯文哲把世大运办好，而且世大运办好之后，柯文哲刚当市长的时候，搞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那时候一直民调一直掉嘛。世壮运办好之后，世大运办好之后，他整个民调又拉起来，但是那时候苏立琼就是看不惯他的作为，还有他在内部里面管理的一些东西的方式，所以他选择离开的。但柯文哲是讲第一个标签。就是说，你就是没通挑，你在那边走了。其实苏立琼当时在柯文哲第1届到台北市政府，其实是帮柯文哲把世大运办好，而且世大运办好之后，柯文哲刚当市长的时候，搞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他那时候一直民调一直掉嘛。世壮运办好之后，世大运办好之后，他整个民调又拉起来，但是那时候苏立琼就是看不惯他的作为，还有他在内部里面管理的一些东西的方式，所以他选择离开的。但柯文哲是讲第一个标签，就是说，你就是没通挑，你在那边走了。现在陈佩琪继续把这一件事情拿出来，就是要贴一个标签，就说金华城这一件事情啊，其实啊，并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其实完全就是苏立琼在政治上面要斗争柯文哲才做的，所以他才讲说，你明明是什么民族社会系的啊，怎么会变成这个什么都计专家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知道吗？监察院啊，在弹劾纠正柯文哲金华城这个案子啊，其实不是只有苏立琼一个人一个监委，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林胜峰。林胜峰是什么？林胜峰是这个淡江建筑研究所的系主任，人家还到国外去拿到博士学位，所以你看陈佩琪的操作，他知不知道林胜峰在？他知道林胜峰啊，但他把这个苏立琼拿出来干嘛？把他当成这个猎巫的方式啊，就说你看，就是苏立琼，就是苏立琼在政治操作，就是苏立琼在政治打压，他要
转移的焦点是在转移到这一件事情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说，陈佩琪多次的发文哦，当然我觉得明玉姐真的是一个好人呐，认为说一些这个陈佩琪又这个心里不愉快，但我认为陈佩琪心里再怎么不愉快，他绝对不会去害柯文哲。他的发文绝对不会想要害柯文哲，他跟黄国昌这一些人没赶快所以他会这样子多次的发文，我认为他其实就是想要用两面的手法。所以他刚刚讲的，你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这个廉政官的这个个资被秀漏这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还有看到那个画面，大家可以去仔细看。他秀出的那个不是公文完整他只有在下面的那个签名的那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要用这个公文去说这个当时的这个收筹票核发有瑕疵的话，你应该整份公文拿出来啊，告诉大家瑕疵在哪里呀？怎么会只秀出廉政官的资料？他就是要大家去攻击呀。而廉政官为什么会被这个陈佩琪跟柯文哲列为目标？我要跟大家讲。金华城这个案子，当时在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就是政风处，政风处收集了非常多的资料往廉政署售，所以才让柯文哲这个案子进到调查局，进到地检署。所以我觉得这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柯文哲在秋后算账了，想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这个廉政官资料出来，然后被这个小草来出征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个秀出资料之后，大家就说，如果泄露出个资，柯文哲可能要多加一个官司。虽然是陈佩琪去看的但是这个泄露个资这件事情，到底会落在陈佩琪的头上，还是落在柯文哲的头上，都还不知道。这个陈佩琪马上就出来切割啦，说是我自己折进去的偷看。不是柯文哲给我的，是我自己收进去的，所以马上就切割啦。因为他也害怕说，这个案子如果真的让柯文哲再吃上一个官司，他就害了柯文哲。姚明，你怎么样看这对夫妻最近的这样的一些操作？你会同意刚刚舒佩讲的，陈佩琪是在操作这一块，就是要让大家对那个廉政官是这个样子嘛？另外对柯文哲来讲，我有注意到，当他讲说国民党没有什么，不要把自己的实力高估啦，或是有这些，你有发一篇，里面的意思是说，柯文哲讲的没有错啊。如果要不是他，可能国民党有2席。你举的是包括原职那一席，其实还有洪文那一席6、7席啦，就是跨过门槛，但是不同意大于同意。所以你的意思说，柯文哲讲的有他的一些基本的，可是对国民党听起来一定不舒服。可是再怎么不舒服，你也只能吞下去吗？应该说他的话很刺耳，但是呢。他的话还有没有办法像2023年的君悦会谈，导致破局？我认为现在来看的话，你会发现比如说萧旭晨副主席，包括这个曾丽文主席，他们都讲了这个要援引至这个叶元之的大局观。现在国民党里面越来越多人都在讲大局什么叫大局观？那时候罢免的时候，大家就是即便蓝白之间还是也有摩擦或者说有一些价值观的不同，但那时候他们都在强调大局最后的大局出来的结果叫32-0。所以那是实际操作过，就是说这个模组是可以让在野阵营去对抗现在的执政团队的一个模组。我们讲胜利方程式。那我们也讲过呢，蓝白合这个议题我们会一路讨论到2028。那所以蓝白合跟合与不合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因素？现在柯文哲证明了，他从交保到他这个所谓的官司的那个辩论庭告一段落之后。他开始蠢蠢欲动，在政坛里面的，我们讲付出也好，或者说他开始这个走动原本大家只是在觉得说，他可能跟黄国昌的意见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矛盾或者怎样的看起来这个部分比较少，就现在看起来是他直接比如说他去见柯建铭比如说他讲了这一段他说国民党实力不要太高估自己的实力讲万安骗票这个很民粹的什么样的，那我认为这个才是柯文哲，也就是说。柯文哲被收押了1年之后，他从那个羁押的状态里面，现在已经回到了羁押前的状态，就是他回到那个一直都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柯文哲了，我觉得很像那个曹操的那个名言啦，您叫天下人，您我负天下人，勿叫天下人负我，他那个概念有点像，就是。世界是以柯文哲为中心，所以32-0，他的解读是：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民众党的人要来救我，怎么可能会去投这张票？那种不同意是为了我而投的。好，没关系，他要这样解读，你知道国民党里面的人会觉得，反正票已经投出来了，而且接下来的合作才是重点。所以我想，高层跟
国民党基层确实听到很多是非常不舒服的，像秦慧珠议员，他就第一个出来这个骂了嘛，对不对？可是有很多知道蓝白合大局，那个叶元之这个大局观，已经在很多的国民党的里面，因为他们有那个所谓的创伤症候群，就每一次的合作与不合作这种里面的摩擦，我觉得那个 PTSD 已经深植在蓝营的这个内心了。那现阶段他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大局要追求，柯文哲他要先过的关可能是3月26号的一审宣判，对，那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不用去跟柯文哲见识，那反正黄国昌跟郑丽文主席彼此之间，他们这个主席之间的默契看起来是有哦。其实你包括像很多县市，那个速度都远比我们想象的快，甚至很多都已经直接就已经指定或怎么样，那剩下几个还在磨合的。那所以我说，现在蓝白合的大势是在往前走的。柯文哲即便变成一个所谓的小小的变因，但我觉得对整个大局目前看起来影响不大。只是如果柯文哲未来假设未来半年每天都在讲国民党不要太摇摆什么，每天都在对啊，哇，那不得了，而且他可能越讲越重哦。我的了解是，在那一天，幕僚会就已经有人去跟柯文哲说，这个要节制一下，已经在沟通了因为对民众党来说，他们也知道说这样子的这个对蓝白合作的氛围是不利的。小雨，柯文哲会节制吗？这个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不会，因为坦白讲，现在对他来讲，这个2026是重中之重，对不对？那如果说他要节制的话，那他干嘛逼黄国昌还要继续选下去？你觉得他会选到底吗？他今天在我如果没有看错，他应该在新庄，他在新庄已经开始又挂布条了，对啊，他已经开始就是要那个挂布条，代表他会选到底吗？你要多底，我到11月就登记，然后去投票。我已经跟很多人打赌了啦，我觉得至少他一定会选到8月底以后了，因为他现在什么都没换，就在登记以前了。对啊，可是因为他现在什么都没换到啊，那他现在退是什么？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啦，好，就是说黄国昌说他为什么现在不退？他现在不退的原因是他要帮蓝营扩票，对，就说如果就两边各自努力，把票源拉到最大。然后再突然之间的和打民进党一个措手不及。好，那可是问题是说他是要帮蓝营扩票啊，如果他现在退的话，蓝营的盘就是这么大啊。他如果现在选的话啊，如果未来蓝白合蓝营可以扩票，不是。你觉得这样听，你觉得柯文哲是可以接受？哇，你现在去站你帮蓝营扩票哦，对，那现在2个点嘛，因为我什么都没换到嘛，那他至少你要换到什么？你要换那个宜兰吧，宜兰你总是要换到吧？那所以你现在不站的话，那你要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还有第2个啦，可是我真的觉得很不好，就是柯文哲要心知在是他的官司啦，他的想法其实就跟明贤讲的一样嘛。就是他觉得法院就是民进党开的嘛，他就是把黄国昌当做一个箭靶，就说如果你们民进党敢动黄国昌的话，我就跟你焦土政策。事实上也在公益嘎叽啦，他就说如果我的官司这个你们不来跟我谈赖清德不来跟我谈，那我就跟你焦土作战。那问题是说你根本这根本快如果说真的他的未来什么3月26号反正我们会在的这一天就是说他被轻判或是无罪，然后后来总预算过了，然后这个什么国防也过了，你觉得社会是可以接受的吗？就我真心觉得是说这他怎么会就是想要这个交换？所以坦白讲了，我觉得就是他现在回来，他还有太多的事情他想要去谈，除了选举之外，我觉得对他来讲，他的官司是他看重的一件事情。明显你们在跑基层的时候，基层到底好？第一个对柯文哲讲那些话，基层的民众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刚才杨明讲的，你们的政治人物都有大局观。那个大局观是能够忍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不用行使缄默权了，这可以讲。就基层跑，当然蓝白之间各自有对于说两边整合合作的方向，内部有没有不满的？不要的，一定有啊，对嘛？所以你看柯文哲讲话，就我们有一些民代，就是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嘛。不论他批评营养午餐，包括前卫族秦姐好几个我看都有发言了。可是大主轴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刚刚杨明讲的很对，博基讲的很对，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的时候，你就会结盟嘛。现在蓝白合作才能打败民进党嘛。你不论是你在大局观里面，县市议员、市议员这一些，可能蓝白会有竞争。可是你在往上的层级的，包括立委以上，包括县长以上，就是要蓝白合作。你这一些在我们选县市长的部分。就是需要这个方向，这不会改变。我们举新北为例，是小玉一直讲说，小玉说最起码他会一直跟你玩到8月底。
现在动作很积极耶。那这些对你们来，因为光拖到8，今天有一个新闻是讲说，川博跟刘恒然2个人1月是不是在月底以前是不是要先谈？要等到你们整合完以后，要跟黄国昌。本来大家讲说，可能不管3月或几月，是不是可以比个民调？如果照小玉长柯文哲的盘算，我如果跟你弄完，然后结果输，然后照黄国昌的说法，我就全力挺你，那我到底有什么？我何必？我就一路跟你玩到最后，把那个张力拉到最大。而且我听到国民党的朋友在讲啊，就是说他们只要讲到黄国昌，就3个字，谁理他、啊，谁理他、啊、这样。所以我认为不会有民调，就是3月不会有民调。邱检这一把刀插了太用力。就不会有民调啦，对啊。蓝白在新北整合的速度，取决于说苏巧慧民调爬升的速度。当你外在的敌人更强的时候，当然内部就有压力啊。我们自己选民，包括党中央也就有压力的话，没塞哦。对方就起来袭，那我们就有内部压力。所以原先我们看内部民调，川博在新北是领先幅度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有包括我们内部，包括那个交叉对比啊，川博在内部的蓝营的支持者表态率很高吧，90%以上了，在白营里面他有拿到，也有部分相当了，也是多数了，所以他是蓝瓜。白跟蓝之间，所以对他民调来讲，他有优势嘛。原先，可是现在对手苏巧慧就起来了嘛，他基层活动办很多，特别他亲子活动办那么多，当他民调拉起来的时候，现在领先，当然，有台有做，大概领先10几%，可能内部看到几份民调，甚至有到个位数到10%以内的，当然也是9点多了，还可以啦。你都讲出来，对，可是是持续拉近，跟之前大概去年9月、10月原先领先是蛮大的，一直在拉近，那对我们有没有压力？所以我认为啦，因为川博当然现在今天因为总算审查结束在休息，我是希望下会期台北市议会开会的时候不要看到川博了，你希望他禁止了。好了，我认为会了，我认为会了。你刚刚讲的压力是蓝营的压力啊。你刚刚讲的压力就是跟苏巧慧的民调接近，那是蓝营的压力啊，那不是白营的压力啊。你压力越大，如果我是白营操盘的人，那我更爽啊。当然一样哦，这蓝白之间都有压力哦。蓝白基层现在共同的敌人是民进党哦。谁说背叛的说哇我贴炮兵，我白了，我说黄国昌要参选到底。黄国昌之前跟郑丽文会面的时候呢，民调输了他就不会扯后腿。我觉得承诺过基层选民的压力会push上升结构。那黄国昌退了他有什么好处？这个跟过去在2023军乐那个是不一样，军乐那个还什么摆的时钟那些，跟那时候气氛完全不一样。因为基层就是要打败民党，所以逼着基层上一次是由上而下，这是由下而上，这个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看他的那个讲法很自私嘛，你就完全只站在国民党的角度想，你民众党嘞？不是，我们是站在拉下民进党的一个拉下民进党，如果拉下了的那个人当选的那个人都是国民党，那我民众党为什么要？其实柯文哲从2019年成立民众党的时候，其实他的战略都很清楚嘛，是黄国昌扭曲了这个战略，而不是柯文哲扭曲了战略。柯文哲的战略就是1分骂蓝，2分打绿。7分发展自己嘛，7分发展自己才是关键嘛。要跟蓝合作也是2分跟蓝合作，1分跟民进党合作，7分重点我要发展自己嘛。所以民众党的壮大才是柯文哲的底气。所以柯文哲一直说啊，他被关了1年之后扭曲掉了这个战略嘛，所以他现在要把主动权拉回来嘛。其实柯文哲从2019年成立民众党的时候，其实他的战略都很清楚嘛，是黄国昌扭曲了这个战略，而不是柯文哲扭曲了战略。柯文哲的战略就是1分骂蓝，2分打绿。7分发展自己嘛，7分发展自己才是关键嘛。要跟蓝合作也是2分跟蓝合作，1分跟民进党合作，7分重点我要发展自己嘛。所以民众党的壮大才是柯文哲的底气。所以柯文哲一直说啊，他被关了1年之后扭曲掉了这个战略嘛，所以他现在要把主动权拉回来嘛。很简单，我不是说国民党不能完全用自己的立场，我们川博赶快上去把苏巧慧拉下来，那我民众党得到什么？你至少议员要让给他们嘛。所以他为什么那一天在徐府的场合去骂了，说你们大罢免要感谢我啊？为什么？因为徐小新，因为王宏威嘛，徐小新、王宏威，你们的支持者应该支持我们家的徐府啊。国民党你们提名这一区不应该提5席，应该提4席，让1席给我们徐府啊。如果连议员都不让，
那更何况县市长？那我不跟你破罐子破摔才奇怪，我一定选到底，让你极限施压到你国民党一定要让给我嘛。苏巧慧越强，没错啊。柯文哲叫板的空间就越大嘛，你们就越怕输嘛，越怕输的时候，你们才会让给我。我新北换不到，我至少宜兰要换到啊，我至少我竹北要换到啊，我至少彰化市要换到啊。那如果这些所谓的3级的县市议员跟所谓的乡镇长，你们都不给我，那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那我不断的干脆我自己选，还不一定还有机会嘞。可是伟航，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国民党地方的基层各个地方对会有那样焦虑感，尤其要选的那些人。因为如果这样算，那郑委员有讲说大家不要焦虑，那一切都要制度走。等他的初选办法先出来。可是现在看起来，光好不要讲，刚刚讲一个新北，对，一个新竹县，对，新竹县现在看起来，那就是内部可能还在。他已经确定初选办法了，但是还没进行初选了，然后背后的暗潮汹涌。所以现在呢？对，现在的主要问题，我们刚才讲的都好像是柯文哲拿那个针一直戳哈，但是重点是国民党内部有缝。如果你国民党缝不大，柯文哲怎么戳会痛吗？不会。如果李四川就是赢那么多，他大不了啊，你黄国昌选到底，我一样照赢。如果李四川的底气就是这么强，他根本不怕你黄国昌，随便你。你民众党的未来是你自己要负责。可是为什么现在民众党有所谓壮大自己的空间？他先提了，他先提了谁？嘉义市和宜兰县，他先提的。我就问这2区的国民党初选什么时候走完？办法出来了没？地方上有没有人在跑？还有一区大家都没注意到，等一下我们讲新竹县，还有一个彰化，国民党候选人是谁？大家都说，不就谢依凤吗？错，地方上还有2个人在跑，柯成芳也在跑，一样是有挂县长，以前的副县长一样挂牌子。那大家都问说，那初选办法，这就是最大的问题。国民党为什么有缝？那就要问主席，为什么没有初选办法？民进党都要办议员初选的，国民党连县市长的初选都还没有真的搞定。民进党已经整个舰队几乎都出来了，陆陆续续一个一个解决嘛。不管好不好看，人家提名确定就是那一个在选的。国民党还3个人在跑县市长，那对他而言说，我到底最后是选议员，还是选县市长，还是选乡镇市长？他的不确定性。那你地方上要怎么跑春节这一档？现在大家讲的就是春节这一档。好，我们就回到新竹县的现实。新竹县现在就是要走初选，不能全民调，全民调对陈建贤不利。那陈建贤走中青会地方组织议员动员，他后面可以站10几个议员没问题。徐新颖外面来外插的民国党主席，人家已经打他这个民国党的，徐新颖就打陈建贤。那你过去有案子，竹科不喜欢这种风格的，竹科喜欢博士。大家都已经撕破脸，请问怎么整合？地方认为实际就是没办法整合。当然，现在这个新竹这个县的这个盘的诡谲在于说，郑朝芳虽然在民调上确实领先，但他出来还有一些意愿上面的问题，所以在传出赖清德劝了之后今天又有一个独家，好像是说。他说赖清德不是劝我这个他会再评估，他是在为新竹县争取，包括他们那个学校的问题等等因为这个是在地乡亲，因为预算卡到比较在意部分，所以他还是有在讲选举的事，可他要跳脱出在国民党确定分裂之前，他不会那么快先讲，他要等到那个局成，如果民进党出来，哇，我一下民调领先，国民党会加速整合嘛。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说，国民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民进党在那边提一个人了，而是他自己都还没办法搞定。这是谁的责任？铁定是秘书长和主席还有主发会主委嘛。为什么你会拖到这么久？是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因为某些派系背景，因为某些选举力，我们还没有讲到台中台中现在杨琼英被解释成什么因为他选主席的时候，他支持郑丽文，所以郑丽文拼命的帮他制造时间。换取空间，民调空间那么大，时间拉长也许追得上。这边我献一个策，其实我觉得讲非常有道理。现在不是陈建贤跟徐新颖因为这个制度这个没办法嘛，对，73比嘛。那其实陈建贤再找一个挑阿咖，比如说我找这个挑阿咖出来选，李明贤出来选，李明贤说我也赞成73比，那就2比1。对，或者是徐新颖再找一个出来选，说我赞成民调，全民调，那不是就赢了吗？结果各找一个，又是2比1。对，到最后会有1万个人出来选初选。伟航老师，我们本来那个提名办法就已经通过中常会，就是73。对可是就地方就是地方，大家2个要同意嘛，协调都是这样，大家办法都定，先协调后初选嘛。所以徐新颖，我跟你讲，你再找一个人出来选，然后他也赞成全民调，那你就赢了这样子。对，台中我再补一下，台中那边的本来真的是大家觉得说江启臣稳稳的选嘛，
结果杨秋英真的给他时间，一直换取空间，为什么办法不出来？现在打江启臣说嘛，人不住风云呐，这种东西都出来了，内战开始嘛，这是然后又开始什么何金纯民调追上了，不就像李明贤讲啊，压力开始来了，要加速整合。全台湾各地都在复制这种状况，是谁的责任？好，那可是除了这以外，杨明，简单问一下，月底的国共论坛。甚或会不会有所谓的接下来的政协会这些对年底选战对国民党到底是正还是负？今天最新的消息是这个不会月底，确定月底又不办，对，确定不是月底，会延到2月初，就是说这个所谓他们把它定调为不是国共论坛，叫做智库交流论坛，国共的智库交流论坛，所以主席不会去吗？不，看起来就不会，应该不会是主席，因为原本是说是萧旭晨这个带队嘛，所以就不会是郑丽文这个成绩。OK， 那这个不管是智库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国共的一个平台会开始恢复嘛，那至于我相信啊，以郑丽文主席最近的那个态度，他的意思就是他很积极的在往这个方向，包括他去见马前总统都说马前总统还跟他说啊，如果你这个见到习近平那个记得不要穿高跟鞋因为你178公分跟我一样高了，你不要再比人家高了有点这个意思。那这不就是在叮咛说两个人有见面的机会？那所以。当然，之前有媒体报道说是3月嘛，因为要这个4月是人家要忙，是人家对啊，川习会嘛，你可能要3月。那我觉得，就我的了解是这样啦，就是郑丽文主席当然他很欢迎这样的会面，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只要能够成功，因为这不是操之在国民党是这个是要这个对岸要愿意点头的。那这个，所以到时候什么时候能见，都是配合对岸的时辰。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如果是7月以后，才去，离11月选举，对，就剩下大概3-4个月，哇，你去，人家说哇你是干嘛？而且甚至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到时候可能会国民党会插一个这个反渗透法里面的这些所谓的疑虑，因为你才去对岸回来，然后有一些什么选举的布局怎么样，哇，很容易这个北检马上就捡到枪了，所以。我说，对国民党来说，他们都有很多的盘算了，但是希望越早越好就今年能越早越好。如果见得到，越早越好；见不到，可能就要等选后了。明显以一个参选，因为你们年底议员、市长什么都要选嘛，以你们自己来看的话，你们会不会担心？说了，国共论坛本来多交流嘛，只有符合多数，88%的民意是支持两岸交流了。那至于说主席会面，不必为了会面而会面，一定有实质议题嘛，有帮助才会谈啊。所以我听到的，当然郑主席是期待要见，可是今年到底会不会成型？是我们表达主观意愿，可是对外阳明宫的关键嘛，对方有没有邀请，那才是重点啊。88%的民意是支持两岸交流了。那至于说主席会面，不必为了会面而会面，一定有实质议题嘛，有帮助才会谈啊。所以我听到的，当然郑主席是期待要见，可是今年到底会不会成型，是我们表达主观意愿，可是对外阳明宫的关键嘛，对方有没有邀请，那才是重点啊。所以第一个有没有碰面，还是要看对方那一边有没有邀请；第二个还是要看有没有谈的议题对台湾民众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个才是关键。来，是不是？我觉得讲很简单啦，这个活动如果对国民党年底的选举有帮助拜托半咪半嘛爱去对不？不然现在怎么会有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帮助，所以才要早一点去，就让跟11月拉远一点，不要影响那么大嘛。所以刚刚明贤先讲的就是说这个两岸大家都赞成交流啦，有交流总比没交流好。那如果真的这么好，为什么不敢10月办？很简单你就10月办嘛，尤其你们都干脆叫他11月办就算了。对，11月15号办这样子，对嘛？所以这现在的这一些，好，我告诉你了这个交流如果真的对选举有帮助，你们一定会去做，但就是没有帮助，所以才要拉那么开嘛。所以这个有政治前提的交流，对选举对台湾人民是无法接受这一件事情，国民党都知道。但国民党为什么一定要做 ？OK， 这就是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理解，而且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说服大家的。现在看起来国内政坛，尤其刚刚讲到了，不管国共论坛或是智库之间的交流，那动辄会不会影响到国内政治的氛围，甚或对于年底的选战，甚或到2028。但是对全球来讲的话，最大的现在一个未爆弹应该就在伊朗这个地方，一战。
现在两边都已经喊话到，已经把喊话这一局拉到极限了吧？是这边说是最后一战，那边直接跟讲说，如果你对川普怎么样的话，就灭国什么，全部都已经喊完了。对，没错啊。先讲这个所谓的死亡数据这个部分，这个还是所有的人权团体最关心的。官方的说法是说，只有3117人啊。不要说只有3000多，很恐怖。对，他虽然公布3000多的数据，但是其实对于人权团体来讲，这个都是低估了。他们估计几乎隐藏了将近1万名以上的一个死亡人数啊。而这种隐瞒的这个数字，就是因为他们官方透过你要去领尸体，所以要写具理由，这些理由都要说是恐怖分子杀的，不是我们官方的革命军所杀的，所以他们都把所有的责任归给恐怖分子，把所有平民对于经济不满意的抗议声称是恐怖分子所导致的，所以他们把责任推给了恐怖分子。而且所谓的伊朗外长警告说，他若伊朗再遭攻击，将用一切手段来做反击而反击的手段包含他们准备开战，正跟以色列要做最后一战的准备。而为什么锁定以色列，就是要把内部的经济问题转移焦点，变成是宗教的问题嘛，变成是民族主义的问题嘛，让内部的压力施压，所以他们又锁定了以色列作为攻击的对象而且不只是以色列，包含美东他们获得了所谓的俄罗斯的射程1万公里的 ICBM 打击范围，涵盖纽约跟华盛顿。也就是说，伊朗说我已经获得俄罗斯的武器，我可以打到你的美东地区，包含你的华盛顿，包含你的纽约而且甚至如果搭载核弹头，就可以有所谓的核武的这个威慑的一个效果当然，美国也开始紧张起来，所以开始做军队的集结，紧急调集了相关爱国者飞弹萨德或者是这些无人机的反无人机的系统全面升级，就是要拦截这些相关的飞弹系统。我想他们打以色列的可能性非常大啦，因为以色列也是说，我宁可这个遭受700枚火箭跟火箭弹的相关的攻击，我也要支持这一次的人民的抗议嘛。所以以色列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有能力，他们的铁穹系统有能力防御700枚，再加上美军的这个所谓防御系统的准备的话，应该这700枚的这个火箭弹应该可以被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所拦截下来所以他们主要的是还是以防卫以色列为主。另外就是所谓俄罗斯不是伊朗跟透过所谓的暗杀画面，他们不断放送川普在选举时候的暗杀画面所以川普也放话了，如果我遭受暗杀，我就把你伊朗从地球地面上消失。美军的这个所谓防御系统的准备的话，应该这700枚的这个火箭弹应该可以被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以色列的铁穹系统所拦截下来所以他们主要的是还是以防卫以色列为主。另外就是所谓俄罗斯不是伊朗跟透过所谓的暗杀画面，他们不断放送川普在选举时候的暗杀画面所以川普也放话了，如果我遭受暗杀，我就把你伊朗从地球地面上消失这个就放话的范围了，是不是会这样做？我相信伊朗也没有这个实力，透过那种三角洲部队抓娃娃的方式把川普抓起来，很困难那所以川普这个就是放话的一种技术，他让伊朗害怕说，你如果对美国进行任何的军事行动的话，那我美国一定会做完整的反击，这个反击一定会让伊朗从地球上面消失。哇，说格陵兰这件事情看起来事态比较缓和一点点。对，而且川普有另外一个想法，那本来说是每一个格陵兰人10万美金，现在是100万美金嘛？对，就是用钱，就是打不动就用买的就对了。对，那主要是格陵兰它是可以去进行公投啦看你是要公投独立。或者是公投继续留到丹麦，但目前没有公投加入美国。但川普想要透过这个方法，看有没有格陵兰人愿意提案公投加入美国。他要提供什么呢？普发100万但是美金但是呢，这个就是要把加入美国当了一个选项。如果确定的话，他当然就变美国属地那没办法直
直接变成1周来，美国水泥川普说啊，那其实只是1块冰而已、啊，对，什么都没有，我不过只要1块冰。对，那他还是老话重提，二战你丹麦挡6个小时啊，你只有骑脚踏车的碰到德国装甲部队只挡6个小时，要不是美国去直接占了格陵兰，现在连格陵兰都没有了，什么巴拉巴拉老话重谈。其实川普的意愿已经很清楚了，就跟之前讲的说，我就是逼你什么重新武装格陵兰，请你们出钱。然后我们上个礼拜也都提到类似的观点嘛，那时候讲说我要入侵，同样的话最近呢又复制在哪里？加拿大一样。又是说啊，不排除啦，啊，再把加拿大并为51州，因为加拿大比较大，哈，可以并为美国的一个州，跟阿拉斯加一样。妙就是妙在加拿大也没有再客气，他还做兵推啊，预计挡美军可以挡2天，挡2天，但是他可以长期战，国土够大啊，就跟以前2战时候中国一样，空间换取时间，纵深够大。他们在眼里，我要学塔利班那样去这个动员40万的后备部队，跟你长期兵下去。反正我们加拿大的领土那么大，你美军有本事就去把我给灭掉。好，经过了这一回合，接下来会得到什么？就是得到一个重新确立后备制度、确立本土决战的加拿大，不再是说啊，反正加拿大离美国很近，美国帮忙守一下，没有这种事。加拿大自己建立武装。北约强化格陵兰防守，这显然才是川普真的要的。他的手段很简单，关税，要么我就说我要部队去打你。川普的老招都是这个样子。那当然了哈，加拿大他也会啊，我可以去玩，我要跟习近平握手啊，已经去握了啦哈，表态要跟习近平站在一起。但是其实上连华油这种也都认为说你这个玩法不行，应该回去就是直接讲明，就是川普的意图就是要你重新武装化，那你就拨预算出来重新武装化，因为其实美国。诉求很简单，就是凭什么都是美国人一直出钱，包括今天鼓励人讲的、美国要出钱的前提是你自己要出钱保护你自己嘛。AIT 发在自己脸书上的文章讲的更明显，就是你台湾人要给自己的军人，你看好不容易募兵率提升了吧？美国人关心我们的募兵率，然后你募兵率提升了，请你让他们有好的工具啊，都讲了这么直白了，所以美国的整体方向是很一致的，各国的回应方式其实。不管是说我要去扁你一顿，我要加你的关税，最后面都导向一个都是你本土自行重新武装。OK， 那当然就看未来那我们的国防条例，那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对国人来讲的话，那刚才所讲所有这些议题，今年年底这选战生活2028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希望明天见，我们明天见，拜拜。